历史上的亡国之君都是昏庸无道、不得民心的吗？大部分人都认为，亡国之君都是一些昏庸无道、纵欲成性、没有才干的昏君。一说到亡国之君，大家立马想到的就是商纣王、周幽王之类，但是事实上也并非完全如此。说末代君主都是昏庸无道、不得人心，有点以偏概全了。我们就选择西晋和明清两代来具体说说。西晋的开国皇帝是司马炎，如果不是他自欺欺人，将天下交给了白痴儿子贾南风，就不会得权，也就没有历经16年的八王之乱。西晋的腐败从立国那一天起就已经开始，世俗门阀的腐败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，竞相奢靡，党同伐异，赏罚不公，这样一个从根上就腐烂的王朝，怎么可能将国家长治久安呢？西晋门阀士族非常强盛，皇权只不过是一种点缀而已。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之下，哪个皇帝上台都没有实权的，他们都要受制于几个大门阀的利益之下。而末代皇帝司马懿只不过是给祖宗背了个大大的黑锅。司马懿死前受尽折磨，很多老百姓都为他流泪。他死的时候才18岁。我们再来说一个实际上非常勤奋，但是导致亡国的皇帝，那就是明朝崇祯帝朱由检。崇祯皇帝可以说是明朝后期最为勤奋的一个皇帝了。他在位期间做了很多事情，在大明垂垂将倾之际，貌似给了一点希望。崇祯在位期间主要有以下贡献：第一，打倒魏忠贤。魏忠贤是一个宦官，在明熹宗的时候担任秉笔太监，受到了极大恩宠，甚至被称作是9900岁。人们都知道魏忠贤是个大奸臣，但是当时的皇帝不知道，魏忠贤在掌权之际排除异己，死了很多人，敛了很多财，国运自然不兴亡。而崇祯帝朱由检上任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魏忠贤这一派的阉人给除掉了，这可以说是大快人心，政治上面有了较大的起色，明朝一度有向好的趋势。朱由检的第二个优点就是勤政。如果说明朝最勤政的皇帝朱元璋排第一，那么第二我觉得就应该是朱由检了。有一件事情把朱由检的勤政展现得非常好。有一次朱由检生病了，3、4天没上朝，在上朝的时候居然在群臣面前认错，进行反省，可以说他是非常勤快了。但是他最后依然是亡国的局面，这其中有很多原因。首先是大明朝的弊病太深，很难通过一任皇帝就立马改头换面。崇祯皇帝朱由检太想毕其功于一役了，结果是适得其反。他没有休养生息，而是加大改革力度，赋税也并没有减少，导致人民怨声载道，到处爆发起义，而且还天灾人祸不断，干旱洪水连年频发。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太想把国家治理好，太想当一个好皇帝了，但是当时明朝就剩下了一个空架子，这样一个空壳，朱由检只能是望天兴叹呢。再来说说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，他3岁登基，7岁的时候清朝就灭亡了，所以清朝灭亡的责任不能推到溥仪身上。对于亡国之君，我们不能一棍子打死，要辩证地看待问题。有些朝代的灭亡确实是因为末代皇帝的昏庸无道、不得民心造成的，比如商纣王、隋炀帝，本来好好的国家，因为他们的荒淫无道，造成了天怒民愤，最终落了一个亡国的下场，那是罪有应得。还有一些亡国之君，是因为自己国家太小，被其他国家消灭了。例如南唐后主李煜，他的南唐一直在不断缩小，最终被宋所灭。而另外的一些亡国之君呢，是因为庞大的朝廷矛盾严重，无法自我解决，最终灭亡。比如明朝和清朝。所以说，亡国之君不一定是昏庸无道、不得民心的，他们只是被淹没在了
历史的浪潮当中而已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